我一直以为牛骨只有在四川才有，然后今天惊奇的发现，原来意大利人并不只会做披萨。意式快餐可真好吃，果然《梦华录》里面说的是对的。东京不只是富贵迷人眼，还有这种热量的诱惑啊！虽然它里面说的是河南那个东京，我今天本来是在下北泽逛街，但我隔着玻璃都能看到师傅拿着披萨往火炉里面送。咱们就是说不吃还是人，没，不吃也可以。すみません、3名で予約はないです。他们家是今年新开的店，没用几天就成了下北泽的人气店。看着他们家的菜单，竟然有一丝感动。他们家的菜单看上去都好有食欲啊！他们家是做牛棒骨和披萨的意式居酒屋啊，身在草原心在汉，想念四川棒棒骨的第845天。而且他家是在你面前做披萨，我还是第一次目睹披萨从无到有的过程。它原来是这样摊开的呀！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菜啊，像是用披萨的边角料做的磨牙棒，非常脆，有点拇指饼干那个意思。第二个菜是牛舌沙拉，好难吃啊，这也是可以说的吗？我发现我真的没有吃沙拉的命。你们说牛也要吃草，但为什么我吃了牛就不能算我吃了草呢？不管，活到150。接下来是一碗巨香的菜，橄榄油炖的口蘑加香肠和鸡胗，旁边还配了一个小面包，肉眼可见的热量。先吃一口鸡胗，入口就是油，满满的橄榄香味，它已经渗透到鸡胗的每一个细胞里，感觉像是先用橄榄煮过再煎，保留着嚼头，然后口蘑加香肠，这一口吃到了橄榄里面煎的蒜末。果然一餐是最接近中国人口味的欧洲料理。再拿着面包蘸一下橄榄油，再搭配着香肠，它这个面包还有点韧劲，蘸着肉香和油香结合的汤汁，就是说太开胃了。我在路上喷一点这个奶油在嘴巴里，然后就是这个了，牛髓芝士土豆泥。服务员会帮你把牛髓刮到芝士泥上面，它那个牛髓的骚味特重，巨香。牛髓本来就有股奶香味，再加上芝士特带的那个奶香，它整个这盘菜就非常扑鼻。如果你喜欢那种牛奶的香味，就这个菜甚至很下饭。这个得再加一份。下一个是香煎鸡腿肉排，就是在切开鸡肉的时候，还是能感受到它煎得很嫩，整块看上去都油光发亮。一入口先是清新的迷迭香的味道，鸡肉的汁水确实很多，还有那种鸡皮煎的软脆的口感，再配了一口彩椒，它跟日式鸡排完全不一样。鸡排吃出了牛排的感觉，就是一点也不油腻然后是重点，在我们面前刚烤好的玉米披萨，你们知道烤包谷的那个味道吗？就是它自带一股有味道的风，然后因为它是薄饼披萨，就不会拉丝，有点遗憾，但它真的很好吃，有一种奶油玉米浓汤的味道，润物细无声的奶甜，但是吃起来又会有一种美式披萨的厚实感。吃披萨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你。然后下一个菜，这个大骨头端上来的时候，什么呀？我一个疑问，这东西要怎么吃啊？服务员说这个是他们家的限定菜，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。它虽然很大，但它整个感觉烤的还是很软烂，拿叉子轻轻一扯就撕开了，凑近还能闻到表面的焦香，还有淋在上面橄榄油的香味。拎起来的时候，肥肉的油都在往下滴，骨头的肉是剔下来的，做成了卷肉烤的，肥肉的部分特多，甚至有点像在吃肥肠，而且它又撒了孜然，就像孜然肥肠一样。切开之后里面还是粉嫩的，哇，还是挺鲜嫩多汁的，甚至里面还有脆骨，嘎吱嘎吱的，太顶了。尝试着配了刚才的土豆泥吃，肉和蔬菜都有了，又可以活到150了。教练就是意外的好吃，我们现在加点菜。万没想到，意大利人也吃生肉啊，不过是生的马肉，不难吃，但是也不怎么好吃，就是不如和牛，更像包子馅儿了。马肉有一种淡淡的草香，肉还是很嫩的，就是我不喜欢吃菜啊。分了吧。今天吃了猪牛鸡，最后再点一个羊，油炸羊肉球，看起来像可乐饼又像狮子头，下面是一层芝士土豆泥，羊肉末的膻味是最重的，而且它里面的肉打得很细，搭配着土豆泥还是挺过瘾的。他们家就非常的适合年轻人来，巨便宜，而且特过瘾。那个玉米披萨我是真的爱了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哇，好高，卡玩意儿。我一直有个疑问，喜欢吃法餐的人到底是喜欢它什么？本人因为最近吃的太好，体重又成了上升趋势，所以又怀念起了以前做大冤种的时候啊，不对，是吃法餐的时候，而且法餐还没什么人看。终于又到吃法餐的日子啊！今天吃的这家店位于东京的涩谷，涩谷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就是那个在日剧里面经常能看到的地方，非常的乱，当然是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那个乱，它比较像成都的春熙路或者太古里。怎么又在说废话了？法国人不讲话，我们开始吧。装修非常有法国氛围感，但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是一家以可持续为理念在做的餐厅啊，说白了就装。我们点的还是他们家最贵的套餐，第一道菜造型有点好看，哪个可以吃哪个不能吃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中了这个马卡龙，其实还挺好吃，层次分明，外酥里软。下面这个一小杯像是果冻上面放了2个小虾，它其实就是果冻包裹着芝士，口感非常奇妙。然后是一个法式薄饼，上面搭配了一点肉末和一些草，这种菜一般分量小到尝不出什么味儿，不过还好这种高级法餐厅一般还会给你一个比较软的面包，而且这种法棍和面包可以无限加，就是说如果不要脸的话可以一直把他们家吃到破产。但它这个烤的软面包是真的很好，它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和酵母的味道，涂上一大坨黄油，比刚才的前菜还好吃。接下来切入正题，就是在法餐店里面摆盘越精致的菜，你越不知道它是什么菜啊，非常的可持续，大自然的味道。它这个底下的薄片吃起来像饼干，上面是几片黑松露，还有一小坨鹰嘴豆泥，旁边的玻璃杯里终于见到了今天的第一坨肉，给了好大一块鲍鱼啊！
他把里面那个鲍鱼做得非常的软，然后这一整个小碗吃起来很像那个中华海草，就是酸酸甜甜，清爽开胃。然后是这家店的招牌菜，长得像鲷鱼烧，但是打开之后别有洞天，里面是一块煎的已经色泽诱人，饱和度拉满的香煎鹅肝，就是用叉子戳进去都感觉不到任何力道，牙齿一口咬下去，那个油水瞬间从每个细胞里面爆开，那个绵密的鹅肝带上一点稍微甜口的酱汁，甚至还吃出了红烧肉的感觉。油脂带来的快感指的就是这个了。但我还是更喜欢土豆泥配鹅肝，这两个口感绵密的东西配起来就是一绝。这个黑色的鱼我怀疑它就是纯装饰，搭配起来吃也没有任何的帮助。接下来是个很怪的菜，服务员说是要把碟子里面的菜放到杯子里就是说一顿操作猛如虎，评分只有2.5，果然装还是得看法餐。然后这个菜我不敢讲太多啊，荤蘑菇，它里面那个抄手怎么说呢？它的皮儿超级的厚，可能是法国人对中华料理的误解。下一个菜，服务员说它是美国热狗，但是它到了法国就自动缩小了，可能法国人的尺寸和美国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。然后龙虾端的上来啊！今天的第一次心动，感觉终于有点不是只给名媛吃的东西了，其实还挺大一只的，肉质还是很紧实的，好像是和超市的不太一样。其实开始吃饭之前，服务员就已经把活虾拿到我面前给我看了一眼啊，只是没拍到。它是甜辣的红酒风味，好吃，但就是没吃够。最后的主菜是一盘鹿肉，我的最爱，还是那股熟悉的介于山和心之间的味道，就是那个木头的药材味，那股木头的味道很明显，那个味道真的吃一次就上头了，可能是3分熟的样子，特粉嫩，然后中间的部分嚼起来特别细腻，还有旁边焦焦的玉米，非常的大自然。炭烤的玉米不用啃着吃，感觉好奢华。然后是吃芝士，它会让你先选几种，然后搭配着这个法棍片一块吃，就是我有点吃不来。然后就是法餐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，最后的甜品，一般法餐的甜品分为3个菜，第一个豆腐冰淇淋，第二个桃子，第3个就是蛋糕，它们都巨甜，好多我们全部吃完了，就是没有吃饱。反正每次吃法餐都没吃饱，我们就当做了个慈善，减了个肥好了。垃圾推荐指数7分，好贵呀！烧鸟，每一次我来吃烧鸟的时候，评论区都会有人说，哇，你好有钱啊！但其实日式烧鸟是在日本非常平民化的一种美食，因为古代的日本根本就没什么可吃的，猪啊、牛啊、羊啊这些老百姓根本吃不起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鸡特别便宜所以烧鸟这种文化就在日本兴起了，直到现在。今天我们来吃的这家店，属实长路漫漫，我真的找了好久才找到。日本评分3.66，很优秀，但好像又没完全优秀啊！什么啊？又到了吃提灯的日子，咱们就说几经转折，终于在这片钢铁森林里面找到了它。到西西汉有啊，西丹の六です3名で。妈，废话说太多，我们开始吧。店里的氛围还是很装逼的。今天的第一口，它好像是一个寿司，但我不太确定。这一口下去，仿佛吃了一口在海里游泳的鸡，鲜还是很鲜的，毕竟有鱼子酱。我就在想，你们说古代人有吃过鱼子酱吗？咸中带一点点海胆那个甜味儿。接下来是玉米浓汤，日本人特别喜欢在里面加芝士，然后是姜葱生鸡肉搭配了一片美瞳，好怪哦。好了，在这些可以有但是没什么必要的菜之后，终于进入了今天的正题。第一个串鸡心管卷，好绕口。这个部位好像平时没怎么吃过，一口下去那个血管里面是滋滋冒油。或许你们吃过那个九转大肠，里面那个油的味道就和它很像。看这个油光发亮的表面，这个就是真实的诱惑。脆的内脏卷着软的内脏，口感特别丰富。接下来是我们最爱的蔬菜虽然我不喜欢吃，但大家还是多吃比较好。好像是我的错觉，他们家每一串的分量好像都比较斯文，不是我抠，是我吃到现在根本没什么感觉。里面粉嫩半熟的鸡胸肉看着就很软弹，发挥依旧很好，进嘴之后那种龟苓膏的吃感，再搭配一点芥末和生姜，你就会发现好的烧鸟店有个特点，就算是鸡胸肉都可以嚼出油水。它上面那个芥末生姜其他有点辣。哇，接下来是这个，大家去吃烧鸟店不来一串我都会伤心。他们家这个鸡脖子肉串得整整齐齐的，咬下去的时候肉一点都不松散，每咀嚼一下都能感受到它的弹性，但就是有点油，特别是我最近都吃的太油了。我一直都认为香菇适合拿来烤而不是拿来炖，因为它里面的汁水太多了。虽然我也不知道那个水是什么。接下来的这串我满脸的笑容就是对它最大的诚意。爆浆鸡肝，话不多说，先入为敬。它的口感和溏心蛋是一个道理，就是流心鸡肝，外面那圈烤得比较熟的部分就很绵软，它包裹着里面还是比较深的鸡肝液体，就是吃这个串是不需要牙齿的，用嘴唇和舌头就可以把它弄碎，滑溜溜的在嘴里像是含了一个果冻，真甜。下一位家里甜虾，这个绿色的我就不吃了，上面是一点调了味的鱼子酱。鸡肉丸永远是烧鸟里面最能满足肉欲的一块，你们永远可以相信加了脆骨和紫苏叶的鸡肉丸，因为它吃起来口感非常丰富，细腻的肉泥搭配嘎吱嘎吱的脆骨，紫苏叶更是激发了整串丸子的香气。然后是快乐小鸡翅，今天它不应该在千里，它应该在盘里。鸡翅非常优秀，不愧是鸡身上最难烤的一个部位，鸡皮的油脂特别丰腴，但又不会腻，里面那个紧实的鸡肉和炸出来的完全不一样，谁能拒绝充满炭火气息的烤鸡翅啊？那股焦焦的炭香太爽了。猝不及防，主食上场。第一碗先是酱油拉面，先来口汤，汤底用的是熬了8个小时的鸡汤，它好吃是好吃吧，但就是很没劲儿。我觉得吃烧鸟最后一定要吃亲子冬才行，米饭才能满足你最后的猪瘾。鸡推荐指数8.5分，卡玩意儿。对了，我的提灯呢？烤3层肉，在韩国一种非常流行的烤肉方式，虽然它其实就是烤五花肉，不过做法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一样。正好最近很多评论说，为什么我在日本老拍那几种菜啊，非常的没劲？那主要是因为流量好，但是我们和牛确实是吃吐了。
所以这个天气为什么不吃猪肉？猪真的很可爱啊！那是我扯蒲汗的声音啊！终于到了吃猪肉的日子啊！核猪炸弹把热量都炸死了，所以它没办法长胖。猪肉用的是来自全球4个地方的名牌猪肉，应该不会太踩雷啊！嗨，这都还可以的。现在5点不到，店里基本上没什么人。进店这个大大的火腿是用来炫富的吗？尝一尝，哎，帅哥切了火腿，但这个火腿意外的不怎么齁咸，嚼起来挺香，像猪肉脯。接着又是熟悉的茶碗蒸蛋，但他家这个是夏日冰凉版，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。今天的活到150空心菜，突然对四川的炝炒空心菜有个念的想。先来一片白花花的健康猪肉，它是孜然沙拉猪，用它卷着苦菊菜一块吃，6舍7入，基本没有热量，而且它应该很减肥吧？感觉可以活到160。别管，下个菜是日式炸猪排，炸的金黄，而且特厚实，那个猪油的味道闻着也很香，下嘴之后有脆有软，每咀嚼一下都会发出悦耳的酥脆。扎实的肉感顿时塞满了你的口腔，好吃。最里面的部分有点像鱼肉的细嫩，又有点像鸡腿肉的滑嫩。下一个是酱油猪颈肉，一般猪颈肉不是用来烤的吗？像是泰料店那种烤的焦脆的特别带感，煮出来的就特别的软烂。怎么跟泰国餐厅里面的不一样？我觉得酱油的要比盐煮的要更入味儿，带着一股淡淡的红烧味，有点像山东把子肉的调味。然后是猪肉蒸饺，里面馅儿的做法非常日式，紫苏叶、洋葱和猪肉，馅儿里面的汁水特多，咬下去就在往外流。饺子永远是最好吃了。接过来烤肉环节，你们是喜欢自己烤还是服务员给你们烤啊？平生第一次，这是烤猪肉有人帮我们烤哎！不要小看这一盘哦，它里面有4种名牌猪肉，像这个看上去最肥的就是龙泉洞黑豚，是一种在日本流通率只有6%的猪肉，因为难养所以很贵。然后这个长条的是来自欧洲的贵族，它在整个日本只有1家养殖场。韩国烤肉都是这个样子。然后大家在烤这个肉的时候有个特点，就是有个这个盖焖的过程。你们懂那种一开盖，猪肉在烤盘油光发亮、色泽诱人的画面吗？先吃一口原味的日本猪，好久没吃猪肉，我真的是一口下去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。肾上腺素飙升。来日本之后第一次吃烤猪肉，真好吃。肥肉的部分糯糯弹弹，瘦肉的部分有嚼头又不柴，挤爆脂肪的感觉真的很爽。这个欧洲贵族猪就是瘦肉比较多，虽然说越嚼越香，但是越嚼越累啊。猪还是肥一点比较好吃。猪肉就是又好吃又便宜，不要再吃和牛了，不要再吃和牛了，好吧？来吃和猪吧。紫苏叶包的猪肉会更加解腻，加萝卜和芥末是一种日式吃法，简单来说就是装逼。然后这个是我最推荐的一种吃法，加葱。家人们，这个真的是太绝了，生葱就是甜中带一点辣，正好中和了猪肉化开的油脂。加葱，哇，巨好吃。这个我真的一口气炫了好几个，还可以蘸一点玫瑰盐搭配秋葵一块吃。我只能说，秋葵真的没什么用了，嘴里依旧是淡淡的盐香和紧实的猪肉，但是仔细咀嚼这个欧洲猪之后，你还是能感受到那个萦绕在唇齿之间的猪腥味啊，褒义。然后这个是韩国紫苏叶，第一次吃，它居然是酸的。韩国人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酸的。酸甜口味的和猪，杏鲍菇也是一种非常适合烤的蔬菜，趁着嘴里还有菇香，再吞一块肉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肉末饭，油脂浸满了米粒，猪肉末和米饭搅拌在一块儿，其实有点像猪油拌饭，感觉他们家是真的有用心在做烤肉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非常的惊喜。卡玩意儿，大家都说人是铁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所以没错，又到了吃米饭的日子。今天这家店有够神秘，没有指示牌，连个门面都没有。好黑啊！我也是在杂志上面看到的它，一家东京新进的怀石料理。今天依旧不用点菜，又是被安排好的一天。他们家的特色菜就是米饭，一开始会有5种米给你选择，我们也是第一次来，那就选这个最贵的吧，幻之米，非常的装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不愧是新进怀石，前菜都非常的精致，像运动系法餐。第一个菜，冬瓜海胆海鳗，冬瓜已经煮得特别的软烂，感觉80岁的爷爷拿掉假牙都可以吃。冬瓜好吃，海鳗吃起来还有点鲜甜，不过它整体的味道都很清淡，清新装逼的味道。这个是番茄芥末纯菜，该怎么形容这个味道呢？它像是有股奶味的鼻涕，但是又有一点淡淡的果酸味，不过也不难吃，就是越吃越饿。它的前菜好多啊，这个像东北的冻肉居然是甜的，里面还有个很大块的无花果果肉，吃起来冰冰的，有点像果冻。这一整盘的味道就是特别的夏天，爽口开胃。这一小坨是豌豆饭团，就是比较有嚼头的糯米饭，有点粘嘴。好饿，今天不是来干饭的吗？最后一碟的红薯也是甜的，总之吃出了五谷杂粮的感觉，都很清凉。接下来是刺身拼盘，第一口煎鱼，不出意外的很腥，好腥，好喜欢。不过它这个咸腥味是特别的下饭。第二口金枪鱼，我的最爱，他家的鱼肉还是挺鲜的，像果冻一样的金枪鱼。最后是鲷鱼，2片一块吃，豪华双层双倍肥嫩。我们的饭呢，仍然是前菜，真正的茶碗蒸蛋，它这个蒸蛋一进嘴就是浓浓的玉米味，好吃哦，淡淡的玉米甜味，可能还配上那些黄油或者芝士，主要就是他们家的菜太斯文了。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活到150环节，满脸情愿的吃下了一碗蔬菜，我可真行。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一锅米饭，小心翼翼的揭开碗盖，惊不惊喜？他只给了你一口米饭，可能是怕你噎着吧。一旦接受了这种装逼的设定，不行，根本接受不了。表演一个
空手吃白饭。他家这个最贵的米，吃起来它有一种夹生的感觉，不过也有可能是它密度比较高，口感相对较硬，但它就是有股嘎吱嘎吱的咀嚼感。杯子里配的是鱼汤，趁米饭不注意一口喝了。这个金灿灿的非常像中国菜，它其实是萝卜丝，非常像国内的金丝饼。接下来服务员把锅端上来了，然后给我们每人盛一碗，然后周围那些满满当当的小碟子就是配菜，里面的烤鱼有一股浓浓的青椒味，这个是真的巨下饭。但是吃两口这个米饭之后，你会发现它有一股淡淡的酒香，然后它的烤鱼又自带油水，配上这个颗粒分明的米饭，这一口非常的绝。我本来想自己添饭的，结果非得大酱来。接着是厚蛋烧，它这个米饭慢慢的吃起来又像是小时候去外婆家那个土灶蒸的米饭，淡淡的烟火气。自己在这分析了这么多，会不会人家就直接用淀粉煲煮了？再配上一点小银鱼，还有肉末，就吃起来特别的早餐。但是这么优秀的米饭怎么能少得了寿喜烧？他们家还真的有蛋液卷着和牛，再配上一口米饭，和牛的油脂，蛋液的滑嫩，它永远都是我长胖的理由。开启了刨饭模式，寿喜锅果然能激发出米饭最大的香气。以前好像还没有这么认真的吃过米饭，今天算是一个新认识，好吃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吃过早饭了，主要是因为没动力。好困啊！但是今天这家店传的实在是太凶了，又到了吃早餐的日子。这么早起来的动力还不是因为这个米其林3星。米其林3星的早餐，那可太装逼了。你们知道拿到3星有多难吗？就像是我们这边塔被推完了，然后我们的辅助一个人去偷塔，还把对面水晶推了，好像不是很恰当。但总而言之，就是3星的店非常的少，全球范围内都很少。这个我的铺垫越来越长了，我们到门口了。嗨，不愧是京都的7大名店，他家有400多年的历史。400多年前你在干嘛？德川家康已经统一全国了，而你还在纠结怎么牵隔壁同学的手。早饭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有一说一，他们家的餐具是真的很精致。第一个是可以拆分成3层的葫芦器皿，第一盘里面有半熟蛋、油菜和蚕豆，还有一块鱼饼，叶子包着的是未知食物，也就能塞个牙缝吧。浅尝一下，半熟蛋煮的还是不错的，蛋黄由外而内是凝固转为溏心，还可以，口感温润甜糯，甚至像在吃布丁。再来块鱼饼，普普通通；吃一口芝麻油菜，普普通通；再来颗蚕豆，普普通通。哈哈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放屁豆。下一个谜底揭晓，叶子里面包的是2块很小的甜鲷寿司，会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这个葫芦器皿里面的第一碗绿色的是青玉水芹和魔芋豆腐，吃进去清甜脆口。第二碗是清蒸鲈鱼，里面配了海藻萝卜泥，整体味道会有些清淡。那今天哪个菜不清淡呢？第三碗是当季的食材，里面有清煮的鱼豆腐，还有鲷鱼和笋。像一个僧人早起修行，但是豆腐海带汤啊，日本人的早餐标配。成都人吃到这里，感觉自己不会再快乐了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到了他们家的重点，就是这碗粥。他家最早就是靠这个出名的。那个时候很多艺妓在通宵之后，就会很喜欢来喝他们家的粥，久而久之就出名了。他们熬得非常的粘稠，米汤都已经熬成了奶白色，米粒都已经绽开了。旁边那碗装了一碗调好的料汁，淋到汤上之后有点味增汤粥的感觉，再配上旁边的小菜，感觉和国内还不太一样。他们家是把菜都吃完了才把粥给你端上来，有种为了一碗粥过五关斩六将的感觉。出产量份出的就是这个，然后一顿下来其实还有点贵，但真的非常的朴素清淡，但是却又温暖舒坦。毕竟他家是全世界米其林3星店里面唯一一个卖早饭的，所以如果你来了京都还有力气起床的话，可以来试一试这家店。哇，困了我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卡玩意儿。寿喜烧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古早年代，但都过了几百年了，它为什么还这么受欢迎？又到了吃寿喜烧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，我自认为了天花板，因为它好像除了贵就没什么缺点了。这个一进店就是一如既往的日式浮夸装修，每桌都是独立包间。我猜来这儿吃饭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隐私，阿姨一般会跪在旁边把所有的菜都给你弄好，你啥也不用管，只用管好信用卡的额度就好了。他家的前菜依旧非常的精致，这个好像是山楂豆腐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一道滑嫩的饭前甜品。这个冬瓜鳗鱼还挺惊喜的，冬瓜那股淡淡的清甜反而降低了鳗鱼的存在感，在日本算最清淡的前菜了。再来一口苦瓜海葡萄，嘎吱嘎吱的口感。话说南方人都吃过海葡萄吗？为什么我连海葡萄都没有吃过？第二盘前菜是刺身，有章鱼、金枪鱼和鲷鱼啊。今天不是吃寿司就直接跳过吧，然后就开始做寿喜烧了。第一盘是2片 A5 双酱，5200日元一片。他家的特点是每一片肉都会给你搭配不同的配菜，就是一肉多吃，特别讲究。我们的第一片就尝试一下包萝卜泥和豌豆苗吧，它这一片和牛真的太大了。你们知道第一口进去的口感是什么吗？就是一种直冲天灵盖的鲜甜，是那种肉类脂肪独特的甜味，超级的软，因为脂肪分布的特别均匀，入口就特别顺滑，再加上那个酱汁和萝卜泥的甜味，清甜而又收敛的味道。下一片是一块超大的里脊肉，这个我们还是跟蛋黄液一块吃，先用肉把它挤爆，然后再用你们的2颗小门牙轻轻的把肉分开，吃的时候就是一顿操作，往自己的嘴巴里面加 buff。唇齿间真的牛肉所过之处，处处留着和牛的香味，就这一口那个味道就值回今天的门票钱了。用芦笋蘸着剩下的蛋液，有那么一瞬间觉得蔬菜里面都充满了肉香。我发现就是不管夏天有多热，吃寿喜烧还是香的，就是锅里的蔬菜。其实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茄子，就是茄子这种特别吸汁儿的东西很适合寿喜烧，所以茄子不管是外面还是里面都特别香，要不然茄子肉末为什么那么下饭？它也要裹满蛋液，这样会更加嫩滑，一口下去满嘴爆甜汁，而且茄子的奶香也很浓。我现在就可以干4碗饭。是夏天的味道。
接下来的一片是蛋液裹牛肉，裹萝卜泥，裹豌豆苗，吃法逐渐复杂，香味快乐加倍。这一口下去就是爽滑中带着咀嚼感，肉香四溢，大块朵颐啊！说的就是这个。肉烧完之后就会在里面加一点乌冬面，它是在刚才和牛的油水里面煮的，取其精，它吃起来微微泛甜，就像是清汤杂酱面最后2口的那个味道。面条里面浸满了肉香，就让我特别怀念成都的那个怪味面。接下来是没有人可以拒绝的寿喜烧配米饭，滑嫩黏糊的蛋液裹着热腾腾的米饭，到底是米饭升华了和牛的甜味，还是和牛让米饭变得更甜，都不重要了，刨就完了。这个小火锅就非常像老北京涮羊肉，它这个吃的就是和牛最原本的味道。第一口我们就只卷一点葱，送进嘴里先是葱根的甜味儿，然后再是和牛雪花散开的味道，再来一片芝麻酱寿喜烧。我感觉北方人看到这个画面，嘴巴里面应该有味道了吧？虽然芝麻酱浓郁的香气已经把和牛的味道给盖住了，其实有点像东北麻辣拌，芝麻酱里加白糖，又鲜又甜。芝麻酱真的很爽。整体来说，虽然他们家确实有点贵，但是每一口都有特别好的体验。如果真想吃寿喜烧，选他们家应该没错，服务也特别到位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干玩意儿。吃肉的时候为什么会很快乐？有人说好像是因为它能让我们大脑里的多巴胺和血清素快速的积聚，所以我们又找到了一个吃肉的新借口。在日本呢，吃肉有2个好地方，除了那种贵的要死的烤肉店以外，第2个就是居酒屋了。又到了吃居酒屋的日子，先是去吃一家牛舌专门店。牛舌这家店现在被日杂评为东京居酒屋 Top 10的第7名，店面越小味道越正，不知道在日本适不适用，而且只有晚上开门。你知道这家店有多挤吗？我们坐下来基本上就是人挨着人，菜单上面基本上就是各种牛舌的吃法，烤的、炖的、刺身的，在精准的选择过后，我们全部要了一份，肯定吃得完哈。第一盘就是他们家的名物烂煮牛舌，它其实端上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它外貌普通，但是它的第一口真的很惊艳，超好吃。它这个牛舌切得很厚，但是超乎想象的软烂，用筷子都可以把它切开的那种。就是如果你牙不好，也不一定要吃地中海料理，这家店也可以满足你。压上，我估计这得炖了6-7个小时才能达到这种口感。上面撒了一点胡椒粉，微微辛香的味道点了睛，丰富了牛舌的口感。空吃的话可能会有点腻，搭配一点芥末，你可以一个人炫2盘，你甚至不用嚼它。烤牛舌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这个口感特有韧劲，像烤鸡胗。它这个虽然没有那种高级烤肉店里面外国模特给你烤的那么好吃，但是它过瘾啊！它带着一股独特的木炭香气，肉感弹牙，像是舌尖肉的那种越嚼越香。配菜给的是卷心菜泡菜，一起吃像是在吃东北烤肉加酸菜，非常的地道。太绝了！好，来继续下一盘，然后这一盘是红酒牛舌，听起来就是满满的西洋风。这叫平价法餐吗？和风的红酒酱是在长时间的炖煮下，已经完全炖进了牛舌肉里面，配上一点黄芥末，红酒的香味会在你咬开牛舌的一瞬间漫到整个口腔。明明是炖煮的丝丝分明的牛舌，但是那种柔软的口感会有一瞬间让你以为在吃棉花糖，上下的牙齿一碰，牛舌就下来了。它已经没了，在我的嘴巴里边消失了它。还有这个面包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，牛舌的肉汁配上红酒，再灌注到面包里面，有法餐那味儿了。这个面包都没刚才那个牛舌软。炖魔芋块也是超级入味，这个牛舌相对小块一点，它这个汤鲜的像那个翘脚牛肉的味道，我敢说用这个泡饭，我2口刨1碗，再撒上一点六婆，我安详。而且我特别喜欢汤里有魔芋，就像奶茶里面要有一点珍珠和椰果一样。它这个清煮的牛舌汤莫名有种关东煮的感觉，里面有薄切的牛舌，还有豆腐和萝卜片，汤喝起来很清甜。哇，它就是日本家庭料理的味道，软嫩鲜甜的豆腐就很棒。最后的主食是烤饭团，据说古时候武士们上战场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在兜里揣这个东西啊，但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吃，看上去像是外脆里嫩，但实际上是外焦里深。但这家店有一说一，我很喜欢，一家从昭和年间就一直专心做牛舌的小店，虽然店里有些挤，但是这种和谐的氛围就非常的适合下班之后和同事过来炫2盘。阿基也真的很热情，喜欢这种传统居酒屋的氛围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看回样。我一直想不通一个事儿，水饺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日本为什么那么少？于是我就在东京搜到了这家店。又到了吃中餐的日子，他们家现在非常的有名，因为他最近上了日本的米其林推荐榜。那么简单的概括一下，大概就是牛逼。すみません。中国語話せますか？啊，太好了！我跟你们也是一样，第一次吃个水饺都要预定。什么呀？这是他们家点酒的菜单。但这种武侠剧里面的册子真的超酷，好吗？我们2个把所有饺子都点了一份，放心吧，吃得完。第一个菜棒棒鸡，但这个和我在四川吃到的好像不太一样啊。红油的辣椒呢？它像是上海味道的棒棒鸡，麻酱味特别浓，吃起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特香特甜。我这个川渝味还是想念红油香辣棒棒鸡。现在的减脂餐又达标了。下个菜是皮蛋豆腐，感觉好像国内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菜，这个好像还是一个福建的名菜。我不喝酒，我不抽烟，但是我吃皮蛋。皮蛋那股特殊的汽油香味和滑嫩的口感，超级下饭。想起了在四川经常吃雷椒皮蛋，要是有一点折耳根就好了。然后就是今天的第一盘饺子，煎饺，老板给它取名字叫华饺子，摆的这种花的形状，还有我们中华的。它这个底盘煎的真的很漂亮，完美光滑的一个曲面。先来一个原味的，什么都不蘸。它这个一口下去里面是会真实爆油的，饺子的底部煎的脆脆的，其实就很像国内吃的锅贴。我一下
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饺子的好吃。但是就是一口回到家乡的感觉，里面有香菇、葱、木耳和猪肉，就像是3鲜馅儿的锅贴。接下来是一盘四川风的辣油饺子，每个饺子的上面都调好了熟油、海椒和香菜，这个看着就很香。饺子一进嘴，最先感受到的就是辣子的香气。他们家的饺子皮真的很薄，里面就是最纯正的肉馅儿。为了突出辣油的香气，它那个辣油是泛甜的。太费饺子了，一口一个水饺太好炫了。突然好想吃粥水饺。接下来是这个，我真的头一次见豆腐水饺。朋友说他在东北经常吃这个，所以为什么南方不吃豆腐水饺？里面还是那种水豆腐，调味是微微带一点海鲜味，那辣油特别冲，不能天灵盖，有点鲜虾鱼板面的味道。里面的豆腐甚至还能感到一点弹性，对，就是那个淡淡的海鲜味，再蘸一点熟油，真爽。第4盘是鲜菇虾仁，因为它皮很薄，你都能看到里面虾仁的形状，还是蛮大一个的。老规矩哈，第一口不蘸料，虾仁很新鲜，吃起来脆弹脆弹的，加上香菇的鲜味和这个又软又韧的口感，蘸个辣油香味加倍。我又想夸他们家这个辣油了，我感觉蘸那个都很好吃，就是那个。接着是一笼热腾腾的蒸饺，虽然它长得有点像馄饨，虽然它进嘴那个滚烫的油着实有点冒犯了。别人生菜包肉，我连白包饺子，最后再来个肉粽，里面包的是鸡肉，咸口的啊，这个和四川的是一个味儿。它这还加了一点茄子。其实我今天莫名的有些感动，就是这种从小吃到大的东西，老板能把它从一个小店做到米其林推荐，而且走进他家还有一种特别温馨的深夜食堂感，就是感觉特别温暖。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卡玩意儿。等一下，他们说在日本除了烧鸟、寿司、天妇罗就没有别的东西了。我寻思也不是这样。总而言之，今天就是又到了一个反正不会是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绝对不会吃任何的日料。今天我们去的是一家在东京很有人气的德餐馆子，德国菜。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脆皮猪肘。今天这只猪它肯定是逃不掉的。吃肉不长胖，我们开始吧。不管是店里的氛围还是这个菜单，已经有点那个味儿了。既然是一个成人局，我们是不是要来一点这个德国特产小鸟伏特加啊？德国不就是被它干掉的吗？骗我喝不来。好啦，第一个菜煮的清口贝，饭前一口汤。这个汤喝起来很鲜的同时，还有一点微辣，有点像在乐山喝的那个翘脚牛肉汤的味道，只不过它是海鲜版的。清口的肉还是挺有弹性，打开都是爱你的形状。德菜里面的头牌肯定是香肠了。给你们看看这盘有多长。第一盘是番茄土豆味，怎么那么像美式快餐？它这个吃着会有一股很明显的烟熏味，但是它又盖不住那个肉汁的那个味道。里面香肠的肉很扎实，一口下去肉感十足，还有点黑胡椒的味道。旁边的脆皮土豆一定要蘸那个孜然番茄酱，又甜又像烧烤的味道。这边建议亲想象一下羊肉串蘸番茄的味道，有一点上头，不太确定，再吃一口。这种是真的比清淡的日料好吃太多了。这个厚切培根我狂喜欢，它下面配的是酸菜，而且那个培根是厚切很紧实，有点韧性又有点弹性的那种，肥瘦相间，但是一点都不齁咸。培根的油脂配上微微泛酸又带一点咸味的酸菜，真的太美好了。酸菜就是完美的在给培根解腻。这一盘烂泥是芝士培根土豆泥，第一口吃进去还挺大满足的，那种奶香再加上黄油独特的香气。不过是不是德国土豆泥都不会那么细腻啊？像那个捣碎的蒜泥，一整个很干瘪，它那个坨坨感非常明显，甚至有点像云南的那个老奶洋芋。这个墨西哥辣酱你们谁吃过？浅尝一下吧。它特别像加浓版的泡椒凤爪水。我们用它来试一下这盘新的香肠，这一根是带辣味的德国烟熏香肠，只不过它里面的肉汁也是加上刚才那个辣汁，就吃起来很酸爽。这也太恐怖了，这个玩意儿一下就能冲到天灵盖。德国的芥末油炸版的浓缩泡椒汁。这个酸菜肠很特别，它里面有很浓的蒜香味，酸菜加蒜香加烟熏，重口味香肠我的爱。这个看起来最无害的白香肠，里面加的应该是洋葱和欧芹，比其他香肠吃起来口感更嫩。蔬菜口味的香肠，真的发现德国人吃香肠还是挺有一套，这么多种味道差别还不小。最后才是今天的主菜，德国脆皮猪肘，我今天就是为它而来的，它一人份的分量就真的很大，里面配了一坨土豆泥，还有一坨德国酸菜。先给大家表演一个空口吃猪肘，果然脆皮猪肘最大的乐趣就在于肥而不腻，感觉外层的油都已经被烤走了，所以它肯定没什么热量，外面的皮真的特别的酥脆，有点像吃那个猪油渣的味道，但它里面的胶原蛋白又流得很合适，再加上里面的肉又有胶质又很 Q 弹。最后的甜点是一份煎午餐肉，我发现德国菜的重点就是重油重盐，但是有一说一，这个午餐肉真的差了一点六婆，德国人就应该尝尝六婆，不是广告好。今天瞬间爱上了德餐。总而言之，吃多了清淡的日料，偶尔来一顿这种重口味的异国菜也很满足。主要也是想跟大家说，日本除了那些本土菜，这些很难理解的异国菜也非常值得去试一下，跟朋友出来喝喝啤酒，也不输给在居酒屋里谈心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 ，SS 那个玩意儿。以后别再跟我提便利店的关东煮了，料包煮出来的味道怎么能和这种熬了100年的汤比啊？虽然我觉得它可能就没有100年。还有些人说在日本冬天才吃关东煮，我想说我们四川人一年4季都吃火锅。更何况是这种火锅衍生物。又到了吃关东煮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吃的就是这家1年前来过的大多福啊，在日本非常有名的一家关东煮店。去年来吃他们家也是下雨。すみません、ちょっと遅くなった。每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他们好严肃。它这个汤据说是1915年开始到现在都没有换过配方，汤都是用的第2泡的木鱼花昆高汤。废话说太多，我们开始吧。接下来请听题：关东煮为什么叫关东煮？好啦，第一个菜葱丝牛肉，其实就像京酱肉丝，挂着酱汁的牛肉搭配适量的葱丝，和牛是甜的，酱汁也是甜的，就连这个葱丝都是甜的，这种味道也太下饭了。哇，它那个肉炖的好烂啊！关东煮来了，第一块先来个豆腐，它是油炸过的，里面就有很多气孔，气孔里面全部挤了汤汁。
再加上一点黄芥末。据说关东煮的起源就是煮各种豆腐。这个章鱼脚也炖得非常的软弹，比起小的鱿鱼腿，还是这种章鱼脚吃起来更 Q 弹。刚才的吸盘都已经脱落了。魔芋丝这是我的最爱，一定要让它多挂一点水。这汤底的精髓都在这一口上了，让我看看谁的泪水都从嘴角流下了。哇，接着是这个黄油葱香备注，不得不承认，一入口就充斥着黄油的香味。它放了很多那种就是咸的那种黄油。炖煮过后的备注就很有味道，又香又带着海鲜的鲜味。我发现他们家的菜都会炖得特别的软烂，体验非常顺畅，不愧是我之前给过10分的店。每次来他们家都有惊喜。这个卤蛋真的是戳黑，我们精准的咬掉一半啊，慢慢咀嚼之后，好像还有些许回甜。另外一半最好再蘸一点汤，这个汤真的好新鲜呀！还有这个腐竹，新鲜到了天灵盖。蘸黄芥末的白果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，吃第一口就想家了。今天Top 1的推荐给到的就是它，离训真好吃。哎，竹轮，关东煮的老朋友了，口感像鱼排和蟹棒的结合，但它更有嚼劲儿，且味道更好一点。有些店还会做竹轮鸡肉。等一下，今天喝的太多汤了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我发现在国内的时候，很多朋友不喜欢在外面上厕所，接受不了厕所的异味，就算放了消臭的，也只是用香精味去盖过它。爱萝卜了，一口下去，整个嘴巴很难兜住里面的汤汁。关东煮排名第2。最后是这个福袋，里面藏的是鸡肉和魔芋丝。总的来说，这家店味道让人很舒服，是那种很老的酱油和豆腐熬在一块的味道。最后用一碗极品蒸蛋结束，感觉还有很多东西没吃到，下次再来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